你是不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？每天都刷大量的题，但是成绩怎么也没有很大的提升？你是不是也整理错题本，像别的同学一样整理了很多错题？你有没有对整理错题开始反感？有没有感觉整理错题的时候自己是在浪费时间？你是不是处在这样一种情况？老师讲课基本上都听不懂，或者能听懂一部分，但是剩下的就跟不上了，然后就逐渐的放弃了学习，或者不再挣扎。如果你处在这两种情况，那你就要做出一些改变了。首先说，努力了很久，成绩都没有很大的变化的同学，因为这类的同学还不在少数，他们一般学习很努力，也非常认真的听从老师的安排，整理很多错题，然后看同学们都买了什么卷子，然后他们也要一点一点的去做，就是自己不想掉队。每次一考试，然后就有很多错题需要整理，然后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整理。有的同学是用手抄，有的是用剪子剪。首先你用手抄或者用剪子剪自己的错题，都要花费很大的时间。特别是用手抄的同学，有的时候你抄的那个字体可能还不是太清晰，然后字体一旦不清晰，自己也不想去看，可能就是在每次临考试之前，然后看一下。用剪子剪掉的错题可能稍微简单一点，但是弄得比较乱，而且把书给剪得乱哄哄的。不是说那样做的都不行，你只要认真的去复习你的错题的，实际上你怎么做都是可以的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基础不太好的同学，你每次做完一套卷子，很可能要错十几道题。你如果用手抄或者用剪子剪，都要花费很大的时间。如果你把整理这些题目的时间花在研究这些题目上，就是说把它们重新做一下。比如说其中一道题你不会做，然后看了答案看了好长时间，好像才能理解。那你理解之后就自己再做一遍，保证自己能独立做下来一遍。这个时候还不算完，我前面说了，因为你错的题比学习好的同学错的题比较多，所以根据你的学习情况，不同的学生用同样的方法就容易出现问题。你比如说学习好的同学，他一张卷子做下来，很可能就有一道两道或者三道不会，然后他用手抄一下就行了。但是你一张卷子做下来，可能有10道或者20道题不会，你再抄的话，那又要用多大的功夫？然后接下来你就应该把这些题整理下来。怎么整理呢？先说一下，因为我这是针对学习程度不太好的同学来说的。比如说你是用的哪本书，这道题在这本书的第几页，题号是哪一道，然后你找一个笔记本，把它记在一个笔记本里面。你把它记在笔记本里面的前提是你已经把它推敲过了，就是凭借自己给算了一遍。虽然这时候你已经看了答案，有了答案的辅助，你虽然有点作弊，但是这就是学习的过程。虽然通过答案你把它这道题给写出来了，但这时候你是通过答案的帮助，你不算自己完全把它给学会了。所以等明天或者后天再把它给做一遍，就是不看答案，完全不看答案给做一遍。你不要想着我要做新题，似乎认为做新题就能提高自己似的。但是新题也是从旧题中来的，你旧题都没有弄明白，遇到新题你还得错很多，然后还得再整理。那你为什么不把错题给整理好呢？然后你复习的时候，你看，如果不看答案的话，你看你能做出来多少题？比如说20道题吧，你等个2、3天、3天，自己把这道题再做一下，看有多少题你做不出来。这个时候很可能还有4、5道或者5、6道题你做不出来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重点把这4、5道题给重点关注一下，然后再放到你的错题本里面。你实际上可以准备2个或者3个错题本，比如说第一遍的时候你用一个错题本，然后第2遍的时候又用一个错题本。也就是说你第2次复习的时候还有不会的题，就把这些不会的题接到这个第2本笔记本上。但是我细想一下，前期的话你只需要找一个笔记本，其中一些你会的题的题号你直接划掉就行。在划掉的同时你会有一种成就感，因为这个题你已经掌握了。然后随着你这样做2到3个月之后，
可能1个月之后就会有效果。你会发现你自己不会做的题会越来越少。如果到那时你对自己的现状还不满意，你就要总结一些错题的一些规律了。下一步说说错题掌握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真正会了呢？一般一道不会的题，我感觉要做3遍才能会。比如说从你把错题记在你的本子上开始，2到3天之后你要重新做一遍，这时候还有少部分不会，那这部分不会的就记在第2个错题本上，等这个本上积累了50道题或者30道题，你再找一个时间然后重新去做一遍。第3次做的时候时间间隔可以长一点，什么10天、7天、半个月都行。要达到什么效果呢？因为我们做题都是重复出现的，有的时候就多一个条件或者少一个条件，有的甚至可能只是换一个名字。然后你见到这些新题，你应该做到的是立马就能想到它和什么老题比较相似。如果非常相近的话，你应该一眼就能看出这个步骤应该怎么写，或者说你见到原题一下就知道该怎么写。通常你一道题不会，应该是对课本中的某个知识掌握的不够灵活。比如说你其中有一道题里面需要用到某个定理，但是你对这个不是太熟悉，然后看了答案之后，你发现你会用了，然后在后面做题的过程中又发现还是这个定理你用的还是不太顺利，那你就要回到课本把这个完全给弄得滚瓜烂熟再说。你达到这样的程度之后，以后再遇到相似或者同样的题就一点不是问题了。然后再说一下那些听不懂老师讲课的然后放弃的同学。一般我们在上学的开始的时候都会很兴奋的听老师讲课，刚开始非常认真的听，但是很快就发现老师讲的课我似乎有点听不懂，然后一点你听不懂你可能感觉没事，然后时而不时的你都听不懂，然后发现做题的时候也不会，那你的信心就越来越丧失了，所以有些同学也就逐渐的放弃了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那就是预习。为什么要预习呢？因为你不预习的话，老师讲的每个知识点对于你来说都是新知识点，那你就要高度集中的听课，因为你稍不留神可能就错过了一个知识点，然后在做题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用那个知识点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我们每个人几乎不可能100%的高度集中做每一件事。初中的时候和小学的时候我忘记了，但是高中的时候考试，每次考完试，特别是数学、理综这样的，我每次考试完我感觉脑子都非常累得慌。这是因为考试的时候你高度集中，在高度集中的情况下脑子就容易累。这是因为考试的时候你必须高度集中，但是老师讲课的时候就不一定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预习。怎么预习呢？在老师讲课之前要把老师要讲的内容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一遍，实际上不是读一遍那么简单，跟着书本的思路看自己能不能理解，最好书本中的定理自己能推演出来，就是说这个定理是怎么来的，尽量保证自己能理解书中的每一句话的意思，不能理解的就标出来。上课的时候认真听老师讲，然后自己预习完，最好能做一些练习。做练习的目的是让你更好理解书中的知识，就是说让你能够运用书中的知识。实际上如果你善于思考的话，甚至很多知识都是能够自学的，也就是说没有老师引导，看你自己能够走多远。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有这个想法，我先大致的预习一下，稍微的做几道题，然后等老师讲完之后我再认真的做题。这样的思想是非常可怕的，是错误的。你保持这样的思想，在学习之路上就会充满痛苦，特别是在学生时代。不要总想着靠老师，因为班级里面有40-50个或者50-60个，以前有70-80个学生，他不可能就在你旁边，你不会了然后就给你解释解释。在老师讲新课的时候，你应该已经基本能够做题了，听老师重新讲一遍，也就是加深一下你对概念的理解。还有就是一些其中的小问题，也就是你在预习中有不理解的地方。以前在上高中的时候，
总感觉没有时间。实际上我也是预习课本的，但是现在想来，应该预习的是比较匆忙的，因为那时候大搞题海战术，基本上每天都要做新题，而且很多还有不会的，还要整理，所以在预习新课的时候，总感觉没有时间。但是根据我前面说的，你只要把自己以前做的错题或者不会的题给照顾好了，你应该能留出很多时间去预习。然后你预习好了，做题也做好了，错题也解决的不错，然后这就会形成良性循环，你做的所有努力都是有效的，然后你基本上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分数，你不会那么痛苦。但是这有一个问题，如果你现在在激烈的竞争中，你很可能不敢改变自己的想法，不敢改变自己的习惯，因为害怕一改变自己的习惯，自己就少做几道题，自己就会落后，自己可能从学校的100多名变到200多名。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没有进步的话，你要试着做出改变，就是说我们要有一种意识，要很快的要意识到此路不通，我们就要立即换条道路。因为你可能，也就是说你一直没有进步的话，你很可能不会说自己的方法有问题了，你很可能认为自己努力的不够，或者说自己比较笨，或者你不会说自己笨，而是说别人比你聪明。实际上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同学的智力都是差不多的，谁没有比谁强多少，真的。你跟学习比你好的同学的差距很可能就是一个微小的一个习惯。